好，来看看今天不多说废话啊，来自于我们的恋恋千阳和街机皇帝给大伙儿表演的一个官僚秒38。很多人看标题啊说，哎，你不是以前啊小狼都是秒40的时代啊，那怎么秒38呢？还是弱？这一点吧，我不跟大家伙儿说清楚啊，也不太好，因为官僚呢在原版呢，它也就秒19，明白吧？19乘2呢就是38，因为它这个版本啊，虽然说咱们是基于啊这个，因为是巅峰之路嘛，咱们是基于这个。大家伙儿懂的啊。好了，一个爆气，基于大伙儿那个大神之路版本，所以说呢，打气儿啊和道具呢都是对吧？这个打气儿呢和道具都是专门设计好的。然后这里面呢都是双 boss 啊，双 boss 的话，一个关卡呢是有很多的 boss 啊，这个所有的 boss 呢就是 double， 也就是乘2。所以说这个大伙应该能理解啊，就玩这个游戏呢，基本上都了解啊，这个版本就是专门为秒杀而生的他这么做呢，也是为了我们传说中为了说啊，我要这个秒这个40，但是官僚和这个官飞确实啊，只能秒19，也就是说这个版本只能秒38。很多人说小拉，我问你一下啊，那这个关羽体系就秒不了20吗？你能？那关羽配合谁呢？配合诸葛，对吧？啊，关羽和诸葛亮。他俩在一起呢就比较无敌啊，虽然说大家伙都了解啊，这个荆州呢在诸葛亮啊的治理之下呢啊，这个确实是可以保证这个万无一失啊，可以保证这个万无一失。而这个关羽对吧？关羽呢自己手没有诸葛亮的话就不行了啊，对吧？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最后呢，因为性格原因啊，这个最后战略部署有点意外，导致呢这个被偷袭。我69岁的老关羽，这好吗？这不好啊！好，这里面有点小失误啊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本身孙姬这个角色的伤害啊，并不是把这个血量呢，并不是很高，所以说呢，有补救的措施啊，就没那么害怕啊这个事儿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大家伙儿了解啊，这个越往后呢，其实呢越往后啊越简单啊，这个秒杀。怎么说简单呢？大家伙儿这个都了解，这些大神呢平时都开单机，或者说是平时都多练，基本上啊这个 boss 放在那儿啊，他秒杀的话，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呢。重要的就是一直没有问题，就好比大家伙儿小的时候练必杀，说问你会不会练这个鬼步，你说会；问你会不会8神重手接必杀，你说会吧会，成功几率高不高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很高的，但14。一个不小心失误1次，这也是有的啊！大家会要了解这个事儿啊，14失误1次也是有的。就即便是什么灰呀、老 K 呀、河池啊什么的，他们8神抓过来重手接必杀，照样啊也有失误的时候，对吧？尤其是老 K 啊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会要了解啊，这个这种秒杀呢，由于咱们并不是像那个 TAS 人道秒杀呢，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不过还好啊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呢，就是咱们这个要打的这个人物的这个目标。咱们 A 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它是这么费血的啊，它是这么费血的，因为关羽呢还没有到5级，所以说呢，他 A 这个费血费的比较慢啊。你看这样的话就是一下2滴血，如果是5级之前的话，一下是1滴血。很多人都了解啊，那诸葛亮不到5级的时候，对吧 ？A 那个铁甲兵啊 ，A 铁甲兵也 A 不死，从头到尾就 A 不死嘛，这个大家伙都了解，所以说可以用来摊分或者用来干什么？好，一个毒直接抗路有悔，一手暴气升级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马呢在这里冲出来呢，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，因为之前我记得我是做过一次啊，秒20的时代过去了，现在是秒40的时代。这个38也是理论上来讲秒的最多的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不对呀，那为哪个秒不了啊？左慈秒不了，对吧？那你说左慈秒不了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你招安状的话，你张辽可以招安状啊，怎么秒不了呢？主要问题在于什么？问题在于啊，他没有这个把这个左慈啊变成这个小动物的这个效果。很多人那也有机会啊，比如说神仙比呀，它神仙变是吧？那你人脑你怎么保证它就是变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是 TAS 可以考虑说，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我能变一下？我不太清楚啊。TAS 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试错的方式啊，随机的方式啊？我不太懂啊，能不能变这个也是未知数啊，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？因为呢，很多人玩 TAS 的时候呢，想让他用那个神仙石，这个我姓石。这个石头呢砸一下用来接秒杀也是有的，对吧？大家伙见过，所以说我认为如果是 TAS 神仙比行不行啊？这个我也是有这个设想啊，我不太懂，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
这个当然不会，他俩吃不了神仙米吧？哈哈，神仙米吃不了就有意思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接下来呢还是第2匹马，这里面呢张辽啊肯定是要卡级的。现在3级，张辽卡不动姿态，一个毒狂龙，哎，直接啊不是啊，一个叫亢龙有悔，狂龙出海是普通必杀啊，暴气必杀是亢龙有悔。这就跟这个倒转昆仑和哪吒滚轮啊，它不一样的啊，这个要记住。当然这里面也有梦幻联动啊，哪吒和这个赵云啊，哪吒滚轮，对吧？张飞叫夜叉探海，对吧？再往上超必杀叫天崩地裂，也叫白象方便面啊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张辽的必杀呢，翻雷滚天，叫风卷残云，这是自然系的啊。张辽属于大自然系的，属于是又是雷啊又是风的啊。这个关羽呢就属于这种降龙十八掌啊，降龙十八掌。我那时候10多岁，对吧？一个大逼斗。OK， 这关一共2个 BOSS 啊，所以说要打2遍啊，大家伙都懂的。一个飞轮暴气前手，飞龙在天前手，飞龙在天说要忍一下啊。这里面很多人说这个他为什么要看宝？看宝呢，就是你练招的时候呢，他这个人他不会乱动。好，再追地挑起来，没有小兵看着啊，真过瘾。血杀，最后一次追地前手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看宝呢原因就是，比如说你要练这个下前 A， 正常你摁下前 A， 如果你摁的速度不快啊，摁的不准确，摁的不标准的话啊，这个比如说你不是顺发的，对吧？这种情况下呢，你有可能会往下移一步。你往下移这一步的话，那有可能这个判定点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呢，大神呢在秒杀的过程当中接招的时候啊，练完一招落地的时候呢，点一手 C， 也就是看宝剑。这时候呢，点下前。虽然说呢，这个它也是有下前的这个东西，它会把这个宝下边的宝和右边的宝，对吧？看一手，看完了之后，但是呢，你练这个 A。他马上就飞龙在天了，他就取消掉这个看宝的姿势了。同理啊，练必杀也是一样的啊，这点跟大家伙要注意一下啊。这个也并不是说，如果你节奏好，也并不是说不非得看宝啊。但是我建议是要看一下，人脑就是这样的。你看那个打 TAS 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有看宝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不需要，那 TAS 的话，那随便玩啊。好 ，OK， 可以看到接下来又是这个，因为2匹马已经打完了，然后呢就是夏侯渊。2匹马碰见夏侯渊的话呢，咱们要知道啊，打气儿还是很重要的。关羽呢，目前是3颗气啊，他要有一个设计。当然，打这个游戏这个版本打气儿速度快。因为这个版本的话呢，大家伙儿都懂啊，就是集气儿速度呢是4倍，然后呢分数呢是双倍。很多人的分数双倍有什么用啊？摊分用啊。当然也有用这些版本摊分的啊，比如说大神之路，或者说用这个巅峰之路。但摊分的话，这个不是正版，也没什么太大意思。但秒杀的话呢，它必须要这么设计啊，因为如果按原版设计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游戏时间太长了，对吧？让你又简单又快速的秒杀掉这些东西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准备好是毒。OK， 暴气，先飞龙起手，第2招，飞龙起手，再前手，血杀啊，前手啊，前手撞这个将军印啊，这个血杀干什么对吧？再前手，血杀一根，好，再挑起来，再前手，血杀，最后一次，飞龙在天，这个血量都摆在屏幕的左上角啊。好，有没有蝎子过江？来个蝎子过江呀！走。跟上，这关羽不配合啊！这关羽，哎呀，这明明蝎子过江，这关羽这讨厌啊！关羽的操作者呢是这个街机皇帝啊，也是他呢给我的这个视频，对吧？他把这个录像给我的啊，但是懂的都懂啊。这个不配合我这个给差评啊，我单方面给一个差评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蝎子过江不给，那真是啊。好，这个卖了点血，这个卖血呢。明显是6号了啊，但是能理解啊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反正卖血也长气儿，这个版本长气儿速度挺快的啊，所以说不怕长气儿速度。打分的话呢，这个用来卡升级，对吧？打分用来卡升级也都能理解。好，来我们看看啊，接下来呢还是有个小兔子啊。这里面这个王平呢是必须打的啊，这个因为你要打秒杀的话，肯定是要走这个上路啊，你走下路的话肯定是不行啊。好，飞轮起手，这个 BOSS 啊，你看连梦幽都没有看到，先看了一手夏侯惇，
夏侯惇呢属于第2个 BOSS 啊，大家伙都了解，先是梦妖，然后夏侯惇，然后张辽，所有的 BOSS 都打2遍，那这一关一共是6个 BOSS， 下一关呢是2个 BOSS， 也就是貂蝉和这个吕蒙。再往后呢啊，这么打的话应该是，好，再往前走，该吃血吃血啊。啊，这样的话是没有小兔子啊，它是打死王平的路线啊，并不是说走上路，跟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这里面撞一下，捡起来，这怎么3个招安撞啊？我没看错吧？3个招安撞什么鬼啊？好，那3个招安撞，那秒杀可有意思了。整个这个游戏最变态的道具呢，就是招安撞。大家伙可能不了解招安，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招安撞啊。军令状、招安状都是什么意思？军令状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军令状呢，主要就是说啊，这个武将呢去执行这个任务啊，这个任务呢不容有失，对吧？这个统治者包括这个领导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绝对是不容有失。这个武将因为大伙都了解啊，古代的时候呢，这个武将呢都是打战功啊，准备功劳簿是吧？这个小兵呢想升这个10夫长、100夫长啊，对吧？这个运气好还能封一个什么万户侯。对吧？当官的就是慢慢往前升，对不对？啊，打仗是残酷的啊，这个尤其是有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个长官不够用，有的时候长官阵亡了，你还得补上，是吧？这个总有机会，但是一定要立功。只要立功的话呢，就得有机会啊，给你机会，你得把握住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军令状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领导，也就是说统帅说啊，我要这个，对吧？这个要去进攻他啊，你做先锋啊，或者说你要这个绕后来打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个你行不行？啊，说我行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但空口无凭，对吧？你这个万一你懈怠了，或者说对吧？啊，这个不用心怎么办？这种情况下立个军令状，对吧？如果说不行就斩我头，对吧？提头来见，或者说是啊斩我全家等等啊。好，这个秒杀就比较官方啊，这个就不用多做过多的解释啊，比较简单。典型的就是4绕1式加3追，然后最后一手超必杀，啊，简简单单啊，安安全全的啊。然后很多说招安状什么意思？大家伙可能了解啊。这个看这个《水浒传》里面招安，《水浒传》里招安呢，这个梁山泊108条好汉，加上一些这个，对吧？号称替天行道的这个流寇，啊，这个应该算是山贼团伙。最终呢，这个啊，对吧？这个宋江的这个坚持之下呢，这个归降了这个大宋，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大宋的这个子民嘛，所以不得已，有的人是不得已啊，有很多人就是咎由自取，就是坏人，对吧？有不得已的那种能理解啊，那种确实也有啊，但大多数是被逼的啊，这个也有一些他妈挺讨厌的，就是纯就是为了当山贼的啊。好，这个 BOSS 呢秒杀起来也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因为它血量非常的少，只需要正常秒就行，而且它体型非常大。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方式啊，一顿体术就可以了。张辽也可以单秒的啊，他们2个人都可以单秒，所以说比较简单。然后再呢，就是跟大家伙讲这个，在这个三国里面这个招安啊，招安状呢，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效果，这里面它的效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敌方的这个动作呢变慢。然后呢，你攻击，因为它变慢了，浮空情况下，或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呢，能打很多特殊的连接。所以说这个招安状呢非常的变态。这里面呢，三国里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，我先讲一个啊。这个大家伙呢都了解啊，这个东吴和这个曹魏这边呢，这个从这个三国中期，对吧？应该说是按理说应该叫三国前期啊，并不是三国这个故事的前期，是三国刚形成雏形的这个前期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对吧？这个张辽镇守这个合肥逍遥津，对吧？这个孙权就打不进去。到后来呢也是一样啊，到后来呢这个东吴的这个诸葛恪啊，觉得自己行了啊，选择去打这个曹魏。啊，前期效果非常不错啊，去打一个城池，这个城池的守城官呢啊，就是开始用计策了。他说啊，对吧？我呢是想要你招安我们的，对吧？我们都单思湖江啊，渴望将军能收复这个，对吧？这个一统这个中原，是吧？啊，我其实看这个曹魏这边已经不爽了啊，但是呢，我的家眷啊，全都在这个北方当人质，是吧？这个我呢可以把这个土地表册呀。啊，这些这个关于这个民生的东西啊，我先给你做来当这个是吧？这个也不叫人质啊，应该叫做就是你看我这宝印，
对吧？这些都是虚的啊，什么名册呀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记录啊，什么包括什么两本啊，我全给你啊，用来做这个什么。然后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开城投降你呢？你先别打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虽然说请求你招安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魏国啊有一个法律，这个法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守城，你一定要守100天，如果你守100天，我们援军还没到，你投降了，我们对吧？不会怪你。当然，你后方的这个亲属呢，也是免于难，我们都能理解嘛，对吧？你一直在守，我们没有援军，那也不能赖我，是吧？对吧？这个大家伙能了解。那边呢，这个蜀国呢这边呢又跟这个对吧？又这个姜维又跟这边也打，所以说这个诸葛恪说，哎，这个寻思行啊，对吧？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个诸葛恪就是诸葛瑾的儿子，大家伙了解啊，琅琊少年诸葛恪啊，对吧？这个诸葛恪呢，这个确实也很有才华，但是呢，在这一块呢，性格上暴露了，对吧？包括后来呢，他掌握大权之后呢，被这个孙峻和孙琛给 KO 掉了啊，也是他性格的问题，这个大家伙都了解啊。当然，咱们就单讲这个事儿呢，这就是招安状啊。招安状的意思呢，大家伙看那个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的时候也有，对吧？李云龙跟这个山本一木说，对吧？你我都是军人，你我都知道啊，1分钟就能决定这个战争的胜负。我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啊来葬送我拿我的士兵，对吧？这个性命来开玩笑，一样的，打仗也是啊，这个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一下呢就拖住了这个诸葛恪，本身都已经90多天了，诸葛恪寻思，我再给你个5、6天也无所谓啊，对吧？这他说的也挺在理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要是说100天了之后我开城投降，那我也避免那么伤亡惨重的去惨烈的攻城了，对不对？他想的挺好，结果呢，当时呢，咱们这个丁奉啊，这个东吴老将啊，因为最开始是东吴小将丁奉，后来变成老将丁奉啊，力劝啊，苦劝这个诸葛恪，诸葛恪呢没听，最终呢，这个对方援军到了，然后打败了，对吧？啊，把诸葛恪打回这个东吴那边了，所以说就很讨厌嘛啊，这个就这么个故事。这个招安状呢，他把这个敌方的这个动作变慢，这个设计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，确实是非常好啊。好。秒法还是一模一样啊，他是选择用独起手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在前手，飞轮在前手，这么一个路子，然后3追，最后呢抗盾有悔，这个血量刚刚好啊。而且每次连招的最后一点啊，也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式的时候呢，伤害都是增加的。用一个超必杀，这个伤害呢会指数型增加啊，就是比较好。当然呢，前面3关也比较简单的就过去了啊。我们是以第4关结束啊为一个坎儿，分这个视频分上下部，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啊。因为一个60分钟左右的视频的话，或者是70分钟的视频，你要不分段，确实啊有点这个看不好，而且还分流，所以说不如把它分成2部啊，希望大家伙能理解。OK， 2个人单挑，这个呢可以加气儿的。那关羽呢打这个张辽可以加气儿。还是连 A 3下，然后撞一下，这种情况下呢是有效的避免了张辽被打倒啊。好 ，OK， 直接砍死。当然还有很多的道具啊，杜康酒的来源呢，大家伙都了解。杜康啊，是吧？这个曹操说嘛啊，这个何以解忧，唯有西周，唯有杜康。他不听命于杜康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根儿上的事儿啊。黄龙江一派全都带蓝牙，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，这种中国记住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，就是研发这个东西的原理，它归阴间政权管啊。这个杜康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这个白甘酒啊，也是老酒了嘛，大家伙都懂的啊。这个呢就随便打，它的血量非常高啊。这一堆这个铁甲兵可以用来卡等级和卡分儿。对吧？这个气儿的话，随随便便打就能打满啊，也不差这点气儿。你看现在就满了，不用多解释了啊。打差不多了，可以走到上方去走，不用考虑。但是大家控这个分控等级也能理解啊。好，7级了，张辽在这里控级，一会儿呢在这里应该会刷 BOSS， 因为这个每一个地图单会刷一个 BOSS 出来让你去秒嘛。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是真的，你像这关4个 BOSS 还好一点，下一关是8个 BOSS。好，一个盾书把张辽卡成无敌状态，张辽已经可以升级了。这边地盾书卡无敌，然后呢，这个不点啊，你不能点，你点的话，万一掉下来把貂蝉砸着了。好，用什么起手？用毒起手呢，不是特别稳，用飞盘起手也还可以。一个可以爆气，好，爆气升级，砍起来反升级显手，飞龙在天。
再前手，伤害直接够用了啊，根本不需要再接上一个亢龙有悔了。OK， 盾书，这又一本地盾书，然后一本太平清岭。很多人说那太平清岭和太平要术，这个怎么分辨啊？其实一个是冒的是白色的这个光，一个冒的是这个黄色的光啊，或者说是一个黄色的石头啊，飞沙走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里面关羽还卖了卖血。OK， 这是直接走过来就是这个上方，它这个地图设计的非常变态啊！正常走上去之后呢，还有一个这个烽火台的这个道，但是它这一进来直接就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可能感觉哎，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吕布的地图吗？这里面关羽来报仇来了啊！萌萌，好飞轮，一个飞轮暴气前手，飞龙在天再前手，这里面用防御。防御也可以啊，防御的话也是在一瞬间的时候固定住自己的身态，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练这个飞龙在天。前手亢龙有悔爆气，这个气儿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。OK， 雷神锤没有必要啊，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有啥用？第一个是进雷道用啊，当然咱们秒杀呢肯定不用进雷道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可能会增加咱们黄石公，对吧？这个伤害，但是呢用处也不大。秒杀的话根本不需要，对吧？黄石公就来清兵了，啊，对吧？或者说就完全没有捡的必要了啊。因为打秒杀的话，你总不至于打 BOSS 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面铁甲兵。又是给了一波补给啊！你看张辽呢，一直保持自己的气儿，哇，这个飞龙在天真过瘾。好，气儿的话完全不考虑啊，这才4个 BOSS， 即便是8个 BOSS 啊，这个气儿也是该给用，也够用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同时呢还有杜康9用来增加这个4颗气儿的这个效果。很多人说那金匮要略呢？金匮要略啊，小的时候咱们都以为是金龟尿液是吧啊？但是呢，这个金匮要略啊，金匮要略啊，到底是金匮还是金匮啊？好，还有什么皇帝内经、皇后月经，一个标，他要好的，又是这个的话升级前手，好像要补伤害吗？得补伤害了，直接练必杀了，这有2手准备的。刚好这个暴气和升级没，但是也好像也成了，但是这个没看明白啊，兄弟们啊，这弹的有点高。金匮要略，黄帝内经。千金方啊，什么这个华佗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青囊书，古代的医书啊。OK， 反跑一下，这里面就不用说了啊，一共就这4个 BOSS，2个貂蝉，1个吕蒙都打完了，常规 BOSS 对吧？一个萌萌，还是要用飞盘起手啊，飞盘起手不用多解释了啊，就是要用这个起手啊，屌的要死。好，来看看2、2、3、4，要不要卡无敌？目前没有卡的意思。正常可以选择用一个地盾卡一个无敌书啊，但是看情况啊。OK， 没有，这边没有做。先把兵清了，然后清出忍者兵出来是吧？这个铁甲兵还是挺要危险。OK， 升级，这把级数升上来，关羽就后备无忧了啊。这里面关羽再打气儿，飞盘起手准备好，一个飞盘看兵，张辽看兵啊，跳 A 看兵确实好啊，前手过来一根，飞龙在天，血杀。追地一挑，这里面张辽也该用血杀的时候用血杀来这个
好，这个铁甲兵一个毒，好，两个全毒上，爆气可以。这不够张辽忙活的啊！这里面并没有是张辽起手，所以说选择把张辽卡成无敌，他并不是那个玩法啊。如果是赵云的话，可能是这个路线。这边选的是张辽啊，就无所谓了。而且张辽呢，按理说呢是自带啊对这个武将呢有特殊攻击的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咱们这个视频啊到这里暂时结束，下一期咱们接着来啊！感谢大伙的收听，如果大伙支持我狼的话，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、订阅和转发、评论来支持我狼，点赞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